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20号，比特币 25K 带粉丝朋友们一起做多，目前有利润，一大部分的朋友也是在问，什么时候比特币的多单我们应该要做平仓的动作，包括日线这个 KD 指标也是朋友在问，目前已经穿过80，前面几波穿过80都是疯狂的大暴涨。那这个上面还有没有空间？或者等下来跟踪一下最近鲸鱼的动向，我们可不可以根据鲸鱼什么时候卖出的时机来做多单平仓的动作，以及周线的这一个下降三角的高点，目前到底是在干嘛？上涨的目标有没有可能在今年23年突破这个 32K 或者 33K 的压力位？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 KD 指标，因为目前的 K 值有粉丝也是在讲，已经穿过80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一波上涨都是小碎步的上涨，所以大暴涨的 K 线还没有看到啊，像这种大暴涨的 K 线都还没有看到。我估计这个位置应该上去还有空间啊，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鲸鱼的动向啊，前面在 25K 低点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粉丝朋友在交流，鲸鱼是在 25K 到 26K 附近有做买入的动作。我们可以看一下链上排名100钱包的地址，比如说21名的这个地址，它首次转入的时间在8月16号。细心的朋友你可以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它真正转账的时间，转入比特币或者是买入比特币的时间是在8月28号至8月29号，所以当时比特币的价格是在 25K 附近，就是上一次出消息灰度胜诉 SEC， 所以我们后续去观察这个钱包地址，你可以收藏到自己的浏览器，后面它如果比特币涨到高位的时候，这一只鲸鱼有没有做卖出的动作，有可能就是我们 25K 比特币多单平仓的点位。然后我再跟大家跟踪一下，还有一只鲸鱼是在55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在9月7号，比特币的价格在 25K 到 26K 左右，它转入了16000多枚，是不是转入还是在买入？所以这一只鲸鱼我们后续也要不断的去跟踪。然后还有一只鲸鱼也是排名在62名的这一只鲸鱼，因为这一次波段的低点，我发现了几只鲸鱼，就这3只，感觉转入的量是超过1万枚，所以这3只鲸鱼我们要不断的去跟踪。因为我是发现上一次我们在 25K 也就是6月份这个区间有跟踪到的3到4只鲸鱼，它后面是在这个高位感觉把一些比特币给转出去，不排除有可能就是鲸鱼也是在做波段的操作，低点买入，高点卖出。那这一次给大家跟踪的3只鲸鱼在这个区间买的，现在我个人观点，日线里面都是小碎步的 K 线，并没有看到大长 K 的暴涨的 K 线，或者大长 K 暴涨的 K 线。有来到高位的时候，我们到时候要小心，类似这种大长 K 的 K 线，到时候我们要小心。所以我的观点，现在有朋友是在讲，它已经是进入80哦，非常的强势，或者是最强势的话，低值也进入80，只要它慢慢小碎步的上涨，有可能就是一路往上去啊，或者是短线会不会整理，会不会有压回，我也不确定。昨天判断也不一定会转，因为短线在低点的位置该买的都已经买了，包括这一根转折的位置，当天就在这个位置继续追加多单的仓位。所以到现在基本上比特币的多单目前就是选择继续爆，或者是之前在这个低位在评论区一直在看空的朋友，我希望把大家给拉回来，拉到现在很多人不听，又在讲哎呀这一波比特币又错过，那也没办法。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这一次上涨，我感觉是很健康，就类似这个区间，因为当时 K 值第一次进入80的时候，它大约是在这一根 K 线前后，或者是上一次这个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时候，它其实进入80的时候，这根 K 线大涨已经都来到高位，就是前面有几根大涨都已经来到高位，它后面不一定有更大的空间，所以开始在这个位置整理。所以我的观点是，就这一波上涨，就空间来看，它跟这个位置不同，有一点像这个区间才刚开始启动，或者是当时
2023年1月份初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有点像这个位置啊。虽然目前的价格，比特币头上是还有一条60的均线压在头上，但是我的观点也不排除这个位置，如果它要震荡，也不排除会不会继续往上过。然后我们再跟踪一下，今天晚上还有一件大事啊，也就是亚太时间9月21号凌晨2点左右，美联储要公布利率决议啊，而且98%目前的概率是不会再进一步加息，所以不排除会不会对比特币有进一步助推升的作用，或者是这个位置它如果主力不利用这一则消息，或者是它反向来利用这一则消息，就是散户看到啊美联储不加息，它有没有可能就不拉，在这个位置震荡，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我的观点，我们低点买的筹码不用去管这些消息了，你就尽量给我报。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图表啊，因为也是有发现，比特币在历史上每一次空头熊市总是会有一个下降三角的形态，比如比特币 69K 到这个 48K 的高点连起来一条下降趋势线，然后它第一波下跌的这几个低点位置大约也是在32K 到 33K 附近的一个空间，或者是前面的这个区间也是有一个支撑点位。像这种下降三角在历史上每一次熊市都会有这么一个下降三角的形态，18年也会有一个，或者是2014年也是会有一个下降三角的形态，就是这个 N 型的高位 N 型的高位，或者这个 N 型的高位，包括这个 N 型的高位，那什么时候会突破？在突破之前它总会有一波就是积累的一个阶段，就是会有一波第一浪的上涨，然后第二浪是在积累啊。就是这半年多以来，很多空方的投资者总是被主力给搞到晕头转向，到底每一次下跌是要继续走空头吗？很多空方的投资者就是看不懂形态，被主力搞得晕头转向。但是就目前的形态来看，我的观点是上一周已经出了一根多方的吞噬，而且目前价格又继续往上抬高。那如果还站在空方的那些投资者，希望这一个 38.2K 的高点只要它突破，你应该要大举的转多，因为这个位置它压力是很强哦。包括当时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 N 型的高点，就是 38.2K， 如果这个位置过，个人观点至少要看到 32K 上方，也不排除它会去挑战这个区间的压力。至于上面的 48K 的高点，到底是今年2023年要去突破还是2024年要去突破？前面有跟大家讲过，概率有可能是在产量减半之前，比特币会突破就是这个 N 型 48K 的高点。所以希望朋友们多单的利润一定要给我抱住。除了一点我们去跟踪鲸鱼的动向，还有一点就是尽量观察，等这个 32K 过了以后，如果它能确定过这个 28.2K， 这个 32K 我是坚定它肯定会去突破，来到这个区间，到时候看会不会震荡，或者是到时候看有没有做空的点位。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